文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悲伤、悲痛、固执。国民革命军卢德铭，这个天下除了姓朱的以外，全都可以推倒重来。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我觉得我喜欢我没有体会过的角色，但是生活怎么过，我怎么活着，还是取决于我自己嘛。我们也能做出非常好的音乐，而且我们的民族乐器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上春晚那个画卷那个舞台对我来说确实意义不大一样。悲伤、悲痛、固执。悲伤是他所有的经历吧，令人惋惜。悲痛是因为他的这个落下的病根，他跟我们正常意义上的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固执是他对于这个一些事情的执念，对于复仇的执念，一条路走到黑这么一个角色。林叔这个人，你看他名字就很有意思嘛，对吧？宁可宽恕、饶恕，他可以宽恕任何人，除了简家和他自己。在宁树身上有没有哪些点跟您自己是比较相似的？一条路走到黑这件事儿比较像。我也是看我是说直接都是这样，其实每一场戏都不是很好演，因为宁叔这个角色基本上在每一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对手不一样，他要展现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简导在跟我沟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想呈现出来宁叔这样一个多面的这样的一个人。首先保持中性，保持表演的中性状态，然后在开始演每一场戏之前，跟导演、跟对手演员、跟前辈老师们多沟通。我自己的拙见，只是觉得可能需要在生活里更多的观察各位老师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觉得这都是未来表演的创作灵感之一。欢欢是奶奶的心头肉，欢欢不骗奶奶。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只有一个倒霉蛋会依然这么活下去，像狗一样的活下去。2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因为现在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来学习表演，学习如何去诠释角色。基本现在每天会有一个3个小时时间给自己学习训练声台形表这几个板块。我觉得我喜欢我没有体会过的角色，跟我生活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可以有机会能够去到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去感受、去体验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比方说我在玩一个大型的这个剧本杀，对，我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故事，体会到这个人物，但是生活怎么过，我怎么活着，还是取决于我自己。因为那个舞台对我来说确实意义不大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迷茫，因为你做这种音乐，其实从收听来讲，我自己也知道嘛，它不是那种可以一直不断 repeat 的那种歌曲，但是好像大家又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蛮给我蛮多鼓励的，就是那一次，很多 producer 在制作音乐过程中间都会发现，就比方说我本来一个可能比较潮流的这个蒙巴筒或者是一种雷鬼的这种节奏，但是突然好像加入了中国风，又感觉突然这个味道有点变化了。就比方说有的乐器它的发音的长短，它的音头比方说我们用什么乐器去替代那些 plug， 其实都可以尝试，这个感觉质感是不一样的。其实太可以了，真的中国乐器真的太厉害了。马头琴呼麦太顶了，还有那个味儿佤族那个乐器，还有箫，这个太厉害了，这些乐器，唢呐疯掉了。你的作品一直都在强调中国风，这种执念是从哪里缘起的？从一种对于民族的自信，从一种自己的骄傲，从血液里、骨子里刻有的。
我们也能做出非常好的音乐，而且我们的民族乐器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有时候仿是仿不来的。对，拍戏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早上拍戏嘛，然后晚上回来，首先把第二天的台词先看一遍，知道那边情境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有大段台词，肯定是要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记录一下，然后把这些时间记录完了以后，我就会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就会去跳舞，然后如果跳完舞以后你还睡不着觉，你还睡不着的话就做音乐。